乐子小情爱之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这期玩牌企业。今天呢，带来一款很重磅的产品啊，但是因为分量十足就不上桌了。来自于 InArt 出品的，目前我觉得他家所有出货的产品中规格最高的一款小丑2019电影版本，杰昆·菲尼克斯所饰演的。不多说啊，这款产品大家应该已经期待多时，今天拿到，咱们赶紧拆来看一看。这个裤腿啊，以及裤线的一个呈现上可以的，边缘处也做了一个铁丝的结构啊，方便你去凹出一个舞动时候或者摆动时候啊那个西服的一个造型。我最喜欢的点是垫肩这里要比肩膀长出一些，因为它太瘦了。对，玩具也有抓住这一点。手型部分啊，用了一体臂。
在这个中心处可以拔下来，哎，是一个磁吸的结构。夹烟呐、拿手枪啊，需要露出手脖的这个造型的时候，就会更加真实，没有穿帮。并且相同结构的一体臂一共额外附带了11只，都是一个磁吸的结构啊，放到一起会相互吸引，聚成非常让人掉散值的一团手。握持或者拉扯的状态下，这个掌纹的刻画结合着手腕部的这个纹路，边缘处的合模线如果能再精进一点的话，真实感会更强。像这个吸烟的手型也是有制作出来的，并且可以搭配单独的香烟配件啊，还有非常关键的左轮手枪，整体呢都是金属的材质，强度还是非常高的。像这个弹槽部分也可以打开，透露出内部做了精细涂装的子弹。然后是没有妆容的常态造型。直发方面，开合之后同样保持了一个很好的紧实程度，前端会有一侧有类似于刘海的结构垂下来，是更加还原影片中的一个细节。皮肤的质感是让我尤其喜欢的啊，过渡的是非常自然的，从额头到腮帮子这个地方稀疏的胡渣刻画，你能感觉到的就是很细腻，在一些褶皱啊，尤其像眼袋呀，包括鱼尾纹的小细节上，这个刻画上其实是做出了一点偏重一些的涂装效果，能更好的还原出在剧中乌云盖顶的一个感觉啊！就看这个眉心呢，眼眶四周总是黑黑的，你就感觉它真的超衰的那种感觉，非常的丧。尤其裤子部分更不合身，或者有点邋遢的那个感觉啊，皱皱的，加上一双这个很旧的一个皮鞋，为了保暖啊，穿上了这一件像是毛衣啊什么的，袖口的部分不合适的透出来。剪裁部分包括版型部分我觉得也非常好啊，你可以像我一样做出一个这种双手插兜的动作，感觉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有考虑过可能要还原这样一个动作而去做了一个剪裁。当然你也可以搭配一些有点落魄的配件，凸显它颓废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这个牛皮纸的口袋，编织袋子，一个海绵做填充，外表处呢就真的是编织袋子。经常出镜的有点线索性的这个笔记本，边缘处也有打孔和线圈的一个体现。正面呢能看到上方呢有自己的一些个笔记呀，以及记录。翻开之后，里面这个网格很清楚的同时，内部的字迹也是完全可以辨认的啊，很细很细。翻一翻，里面有一些惨不忍睹，还有不堪入目的东西啊，还是符合剧情的一个展开的。病人。当然搭配笔记本的话，还有这样一根马克笔的设计啊，可以放到一起摆出一个正在绘画呀或者书写的一个造型。这个马克笔的笔尖也是很细致的，还有4个不同造型的药罐，有尚未开启的，也有使用殆尽的，应该就是各种抗抑郁的或者是治疗精神疾病这个药物啊。当然还有剧中他一直递出的卡片啊 ，Forgive my laughter, I have a condition 小配件。真正想要看清的话，还是需要借助一下微距。还有小丑的鼻子以及魔术棒的道具。接下来最小丑的一个形态啊，当属于带着红鼻子和假发的这样一个造型。能选取这样一个造型，我觉得还是比较大胆的。而且这颗头也是4颗头中唯一一个笑脸的头。头雕的表现呢是有那种刻意表演以及浮夸的效果的，挤眉弄眼、突出的抬头纹，还有咧开的大嘴呀，里面的舌头、牙齿的部分，连苹果肌都被挤出来，看着甚至还有一点富态，像是什么眼眉那种有点毛绒的刻画呀，包括眼睛眼神的刻画都非常不错。底妆的色彩，红鼻头上这根真实的绳子的结构，整体看上去还是很生动并且很真实的一个体现，动感动态的一个效果抓取的很自然，并且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幕。在这个小丑的状态下，已经到了一个即将爆发的顶点。服装的造型上呢，也是层层叠叠的啊，白大褂、花衬衫、黄马甲。像在衣领处别的这个花朵，每个花瓣呢，包括花蕊处还是非常精细的。红色的非洲菊代表着活力、快乐还有热情。季节
阳光的。和它去搭配的话，有点讽刺的讽刺意味。你也可以在白大褂的这个口袋上挂上这样一个吊牌 Doctor of Laughter。裤子的话，我非常喜欢的，摸起来有点灯芯绒那个感觉啊，但实际不是啊，但是摸这个质感很好。裤腿这里也有一个这个破碎的剪裁，包括上方缝了很多的很滑稽的这种大补丁啊。鞋子的话，就完全是一个这个小丑的鞋子，上面有一些星星点点的这个大头鞋，精度很高。还有5枚白手套的造型，我觉得拿捏的精度都是比较高的。要拆下一体臂去插入2根手臂的替换件。小礼帽上方是有一个磁吸的，可以直接吸在外层这个假发上。还有在剧中出现的这个大牌子啊，后方呢有一个可旋转的把手，拿住之后啊，你可以自由的给它旋转起来，是不是能拍一些有点动感的镜头了呢？最小丑的当属这个面具啊，正面看上去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些惊悚的感觉。最后一个造型就是挨揍之后尽情舞动的这样一个造型展示，头雕部分又是截然不同的造型，闭眼的一个享受舞蹈的，或者说在酝酿什么恶念的，看上去是很平静的一个状态。湿发的一个表现啊，尤其前端的这几根垂下来湿哒哒的感觉，眼皮部分尤其在中心能看到它闭合，但是又有一点点缝隙的一个刻画。嘴部呢，同样和这个笑脸是相反的弧度。最好看的或者说最传神的，莫过于鼻血的刻画啊。虽然说是一趟鼻血，但是3个层次。人中部分这个血会聚集多一点，有点发黑，到嘴唇上有点亮晶晶的那个感觉，再到下巴这里有点干呐，或者散开的这个不规则的感觉啊。这个血迹刻画的我觉得很到位的啊。服装呢和之前的那个一样啊，不同的是鞋子的部分换上了自己日常的这个皮鞋，搭配到这个一身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感谢电影中对这个桥段服装变换的一个设计。服装实际上还是里面的那一套，但是却能给你截然不同的感觉，那个阴郁的味道，或者说急转直下的一个复杂的情感。也可以搭配这个附带的小镜子，在镜子中折射出忧郁的面容，可能能拍出很多有趣的镜头。地台方面，首先是这2个小一点的台面部分呢，都是还原电影中的场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个马赛克浴室中的造型的，很不错，因为它本身是带有一个很鲜明的立体感的我又是比较喜欢这种瓷砖的造型，很复古。前端呢都印有一个 Joker 的 logo， 下方呢旋开，里面也是和之前产品一样的磁吸结构，这个不多说。然后是2个大型的场景地台，首先呢是电影中最经典的，或者说海报中呈现的阶梯造型，分为几个零部件啊，其实不难，简单组装一下。整个结构呢还是和海报中还有电影那个场景是高度相似的一个非常长的向上的阶梯，两侧的扶手呈一个 T 字形向外扩散而开，能看到楼梯阶梯的部分正面看上去还会组成一个 Joker 的形式。在第2层的位置，你可以替换一个带有孔洞的结构，用来安插一个夹腿的小支架，这样在摆造型的话会更加稳妥一些。这个大场景仔细去看的话，像石面台面的结构啊，还是会有一些肉的，但是作为一个直观的大场景去看的话，展现的那个效果还是可以的。相比于楼梯的造型的话，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巨大的演播室的场景搭配啊，因为它的话更加复杂，而且用了很多真实的这种布料材质。像这个窗帘的后端呢，还有玻璃窗以及歌坛夜景的一个呈现。台面部分呢，搭配一个像地毯的造型，还有这个可以转动的座椅，人物放到上面凹一个2郎腿的造型，那就是最还原电影中的一个姿态。像这个座椅的设计呢，也是有充分考虑到和人偶的一个搭配的啊。屁垫这里能看到明显的一个凹陷，其实就是为这个人偶的臀部做预留的空间。
下端的舞台呢，塞入3节5号电池，打开灯效的话，可以亮起边缘处的灯光，更有一些演播室的味道。上端的舞台灯光，除了造型很自然之外，还附带一定的可动结构。内部的灯泡呢，是采用了一个鱼漂电池的方式啊，按下的话可以还原一个小小灯光啊，也能体验一个当灯光师的感觉。然后场景本身呢，你也可以自己再做一定的位置调整，包括 DIY 的设计啊，方便你去拍自己想要的一个角度，怎么搭配都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可玩性更强。人偶本身呢，也为了考虑像2郎腿这样的一个大幅度的 pose 做出了一定的设计啊。大腿后部按上去的话，其实是有一个避让的小关节，凹下去一段，给下端的膝盖一个充分的空间，摆出来的动作呢也更加自然。红色西服本身呢，考虑到它版型造型的因素啊，大范围活动之后还是会留下一定的折痕的。摆出坐姿再重新站立的话，还需要对于服装进行一定的打理。我的体验呢，就是这款产品其实是围绕着小丑中4个标志性的造型，并且充分有考虑到还原影视中的经典镜头和动作的。像这个瘦小干枯的素体，相信也是专门为这款角色而去开发。搭配到一起的话，身形上还有造型上，我个人觉得都是很还原的这样一个体态。服装的刻画上，质感我觉得是很不错的啊。我尤其喜欢的是这个带着大补丁的裤子，还有这个长服的造型。这个帽衫啊，我个人觉得是有一定以假乱真的效果，好像是真实的那种服装的一个感觉啊。这个拉锁在可以还原一个抽拉的结构的前提下，也尽量做到了最小。像它这个抽绳的顶端小金属的刻画，还有像黄色马甲中间小纽扣的设计，都很精细很精巧。像是一体臂的一个应用，也减少了摆大动作时候的穿帮，因为小丑本身的肢体语言在电影中是非常的丰富的。比如说他夹烟的时候，比如说他拎着不同东西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他跳舞舞动的时候，如果说外露出关节的话，观感肯定要大打折扣的。总而言之呢，4个人偶带给我的是4种不同的感受和体验。通过玩具本身，你也能找到电影中对应的专属的镜头。你也可以通过穿脱服装和不同的搭配，去还原更多不同的形象。在拿到这个之前啊，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是对红色红衣西服造型有更多的一个关注，或者说在小丑电影本身，因为这个造型是出现在剧情最高潮的阶段，会吸引更多大家的注意。但实际上贯穿影片本身呢，常服造型应该才是出场时间最久的。穿插在电影内的这个小丑造型，也是他诸多悲惨遭遇最直观的一个体现。而在浴室中舞动的这一段啊，我觉得才是这个全剧灵魂所在。我相信大家看到那里的话，一定印象非常深刻，就很难以取舍啊，每一个都有各自的亮点啊。通过这一个大套装，你也能够完成对小丑电影中全部造型的一个收藏。期待InArt后续的其他产品啊。这一期呢时间有点长，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